没进大学之前，我也会很希望说，进了大学之后，可以遇到很棒的老师，都可以教得很好。但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后来如果说刚好碰到某一个科目，而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教的令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想办法来增加我自己的知识。例如说，我就会到图书馆，就某一科我就借了好几本书。事实上呢，我等于是在我大一学习的时候有2种笔记，有一个就是上课笔记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图书馆的学习笔记。我会把相关的书摊开来之后，我就问我自己，今天对于这个所学的，我对什么有兴趣，然后我就把它通通整理起来。所以我后来发现，我自己在图书馆整理的笔记，事实上是比我在课堂上整理的笔记要丰富很多。我觉得你看一本书之前，我会这么建议你，你把这书放在旁边，先想说，如果我某某某被要求写这么一本书，叫做《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础》，我会怎么写？我就会把笔拿起来，开始写。第一章我可能要谈的是，西方文化的批判基础。第2章我可能要谈的是东方文化的批判基础，第3章我可能要谈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基础。我就开始去想，如果我来写这篇文章，我会怎么写？那我觉得古话不是说吗？顺何人也，与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某某某可以写一本书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所以我就会想，那我来写该怎么写？然后呢，我就会翻进去，比方说第1章叫做媒介与文化危机，我也不会马上拿起来就开始背，我会想说，如果我来写媒介与文化危机，我会写哪些章节？我会从哪些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？然后等我写完以后，我再打开书看看作者的写法跟我有什么不一样。一看，差不了太多嘛，这叫君子所见略同。如果差了很多，我想说，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想？这样的一个念书的方法叫做在异中求同，就是我看看某一个章节，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，作者怎么想，我怎么想，然后我去找到我们2个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就不需要再背了，因为我们2个想法一样。我要稍微去记忆的是我跟他之间的差异在哪里，然后我用分析的方法、比较的方法去理解他的差异，这样子不会从头到尾都在背书背得很辛苦，因为背的东西一下就忘了。那像我自己呢，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那我主要是就是很认真的在学。那我自己是就是会做到，就是所谓可能就是假如课前来不及预习的话，那课后复习也是一定要的。那我自己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喜欢翘课的，就是学生，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讲的重点啊，甚至更实际一些，可能考试的重点啊，其实都是在课堂上你才会知道。那你真的亲身就是体验过课堂上的感觉，其实你在念书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读书上面，我会就是运用就是老师课堂教的，再融合自己的笔记，然后真的去念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发现效果还不错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就是可以跟同学们讨论，甚至组读书会。其实我觉得翘课就算那段时间空下来，也其实统计下来并不太会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宁愿就坐在那里，就尽量听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看。然后，因为老师偶尔我也会讲一些他的事情啊，或是什么，也比较好抓重点。